有机会逃生吗？国外一家公司为了满足大众的好奇心，在一处农田里准备了3口棺材，邀请民众来参加被活埋的挑战，有3位挑战者参赛。为了保证挑战者的安全，棺材内部和地面有一个管子连接，同时棺材内还准备了通讯设备，挑战者可以随时联系工作人员停止挑战。挑战开始，3位挑战者躺进棺材，然后将棺盖盖上，将泥土一层层的覆盖到棺材上，就像真的活埋一样。一开始还能隐约听到3名参赛者的声音，后来声音越来越小。原定的挑战时间是6个小时，可是1个小时还没到，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不对劲。棺材内的3人不停地尖叫哭喊，有一个甚至被吓到心理失禁。工作人员赶紧将3人挖了出来。据说这3人参加这个活埋挑战，就是为了克服自己的幽闭恐惧症。结果挑战完，病情甚至更加严重了。由此可见，被活埋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过去俄国经常发生活人被活埋的事件，为了预防雾霾活人，有个俄国贵族发明了一个防活埋装置。这个装置很简单，就是在棺材里留一个进气口，然后配备一个连接地面铃铛的绳子。只有当棺材里被活埋的人苏醒了，发生肢体移动，才会触发机关。预留的进气口被打开，就能让氧气进到棺内。被活埋的人也可以通过这个进气口向外面呼救，或者拉动连接到外面的铃铛，铃铛发出的声音就能告诉外面的人里面是个活人，就能及时施救。然而现实是残酷的，经过实验发现铃铛根本拉不响，人在里面呼救，地面也几乎听不见。那么被活埋到底要怎么自救呢？人被活埋真的有办法活下来吗？19世纪末，一场恐怖的瘟疫席卷了英国，有个叫布鲁顿的女人不幸感染了这个瘟疫，最后被医院判定死亡，安排在布鲁顿家族墓穴。葬礼的第2天，有人听到墓地里传来奇怪的响声，像是有人在拼命拍打棺木。当众人合力将棺木挖出来打开后，看到的是一具身体扭曲的尸体，而棺材内壁的抓痕告诉人们他是被活埋，在棺材中挣扎着死去的。那么被活埋到底要怎么自救呢？第一，切忌慌张和大喊大叫，这样只会加快你走向死亡。因为在此时此刻，氧气是你仅有且最重要的资源，密闭空间中的氧气是有限的。过度慌张会导致人的呼吸频率变快，加大氧气的需求量，氧气没了，你人也挂了。而大喊大叫还会消耗你的体力，那么你逃生的几率也会降低。在正常情况下，氧气可以支撑你大约1个小时的时间来自救。这个时候你要冷静下来，看看身上有没有什么物品，没有的话，你需要摸索一下四周，轻轻地敲打棺木，通过声音来找到棺木中最薄弱的地方。这个时候你可以试着喊叫几声，也可以敲击棺木来提醒附近的人。如果你力气大，你可以尝试对棺木的薄弱处进行破坏。运气好的话，你能用自己沙包大的拳头将棺木击穿，但切记在击穿前，你先用衣服套住自己的头部，因为棺材被破开之后，上方的泥土会倾泻而下，涌入你的口鼻，导致你窒息而亡。泥土渗进来之后，你需要慢慢的将土往下推开，让泥土堆在你的身下，然后像蠕虫一样慢慢往上移动。这个过程十分艰难，但求生的欲望一定能让你坚持下来，这样你才能够重新活下来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